我们在生活上的话，其实到处都是可以接触到雷射。医学的部分，譬如说这个皮秒雷射、飞秒雷射去做这个美容，把你的这个黑色素啊、斑啊，把它就是打掉。工业界的话，你各式各样的产品需要用雷射去切割。那甚至雕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有非常多的应用，譬如说我们的手机，手机拿雷射光呢，就可以侦测出你这个人的脸每一点的距离，那相当于就是得到我们人脸的深度，所谓的人脸解锁，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手机会利用一个透镜，把这一道光变成3万个光点，打到我的人脸上。雷射光呢，打到我的鼻子，跟打到我鼻子旁边，事实上那个光点会偏一个角度，会偏一个距离。所以当它反射回手机的时候呢，手机的影像感测器就会侦测到原来的点的距离少了一点或多了一点，它就可以判断呢你这个鼻子是凸出来的，或者是凹进去。所以我利用光的这个点距离改变来判断我现在这个立体的结构。这个雷射发明出来了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应用？要了解雷射的原理，首先我们先假设说有2个人接，电子接受到这个能量的话，它会到激发态。电子在这个比较高能量的激发态的时候，有可能自己经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跳回比较低能量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差就会对应到某一个颜色的光所放出来的光没有所谓的同调性。假设你这个电子在高能阶的时候，有另外一道光，它的这个频率刚好对应到这2个能阶的这个能量，它会刺激这一个电子，把它受激放光下来，这个叫做受激放光。科学家就开始想把所有的电子想办法就是打到这个上面的这个能阶，使得上面的这个能阶的这个电子比下面的能阶还要来得多。接下来呢，再利用2个这个镜子，使得说就是光子在里面不断的来回跑，激发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子同时下来，一次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光，而且这些光因为是同时下来，所以它们的同调性非常好，所有的性质都是呈现一致的，能够把这个能量很集中，或是说高亮度，最主要就是指向性，就是你变成能够让我们人类能够去控制光。雷射的期待的话，因为雷射的应用非常的广，那我们把它限缩到这个超快雷射。当你的能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开始就是变得很多事情就变得可能了。譬如说我们的太阳好了，太阳它源源不绝的一直在发光，那最主要就是里面产生这个核融合，温度要非常高到几千万度，那压力要非常的强。那这时候你要靠就是能量非常的集中，去达到这样子的高温高压。那所以说这个超强的这个雷射的话，就是它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可以去就是尝试的去点燃这样子的一个启动这样子核融合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这个核电厂的话，最主要是核分裂。那核分裂的话，最主要就是有核辐射的问题，那这是最诟病的。但是如果是核融合的话，来发电的话，就不会有这种辐射的这个问题。那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类一个远大的目标啦。那目前还是在研究的一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